从这集开始的店家都是我很少，甚至都没吃过的。所以会稍微对口味跟价位来做出一些评价。由于店内的座位不多，所以都是店家安排，也没提供号码牌，只有讲第几号，要自己记好。这次大概等了20分钟才有座位。这次点的基本款的肉燥饭跟贡丸汤，那就开始品尝。这家肉燥饭也是美食榜单的常客，口味上的味道究竟是如何呢？基本上口味是偏甜的，吃起来也有点胶质感。简单讲，就是标准的南部口味的肉燥饭。不过好吃的秘诀，我觉得跟白饭也有很大的关系。至少要松软到能让肉燥的肉汁跟白饭融合。再来就是品尝贡丸汤的部分，我个人是比较偏好于丸汤啦，但这家没有卖。贡丸吃起来就一般而已，不过搭配肉燥饭不错，所以还是会建议汤跟饭还是点一组做搭配。最后还是来谈谈肉燥饭的部分。这家店口味算是走偏甜路线，相对一般做成咸的口味，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还是有独家的手法。不过这家离景点或大众运输都有一点距离，所以外地游客想要吃，可能需要绕一点路。离最近的捷运站就局限前金站，所以如果也在这附近住宿的话，就值得推荐来品尝看看这家的肉燥饭组合。只不过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就是了。好了，那吃完肉燥饭后，即将前往下一个点。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旗津大街，其实是搭配我的旗津单车行影片顺道拍摄的。在旗津大街走一走，就能看到这家吃肉羹了。不过这家不是创始店，是另一家分店妙贤店。创始店也在旗津，但那边交通比较不方便就是了。这次点个最基本的吃肉羹，看看有哪里不一样吧。如果是要吃得饱一点，可以选其他种类搭配，如饭羹、米粉羹之类。刚刚品尝了一口，觉得味道实在有点淡，所以就加了点乌醋。吃之前当然要不停的搅拌再搅拌，乌醋的味道才会融进羹里。看来是搅得差不多，那就准备第二次品尝。如果真的要说肉羹是哪里不一样的话，我觉得是吃肉条是先炸过或煎过再丢进羹里煮的，吃起来是有一点点酥脆感，也是不一样。其他汤头的部分大概就跟一般肉羹店差不多了。这间吃肉羹的位置就非常适合观光客来品尝，就在旗津大街上走一走就看到招牌了。就算不饿，也能单纯吃个肉羹尝尝味道也可以。有经过的话，也可以进来品尝看看。接下来来到了智利2路的小站度米糕四神汤。据介绍是80多年，传承世代美味南部米糕。老样子，点个基本款米糕配四神汤刚刚好。拍摄的时候，可能镜头离餐点太近，造成失真，导致影片有些模糊失真。
没展现出餐点的原样，但是也不会影响餐点的好味道。一样先翻翻看米糕跟四神汤有什么料。米糕的部分用的是长糯米，搭配旗鱼松、花生、香菜、小黄瓜等，淋上肉燥酱汁。米糕口味稍微偏咸，但有小黄瓜的酸味来平衡。四神汤的味道有一点点苦味，可能是其他店。这四神汤有加薏仁来添加甜味。整体而言，餐点分量偏少，适合小鸟胃或当下午点心吃。米糕肉燥味道有些偏重，如果没有配汤喝的话，可能要自配饮料来中和一下味道就是了。我是很久没吃米糕类的餐点了，最近一次可能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而且还是同仔米糕，所以这类型的餐点味道我吃起来很陌生，不知道要当糯米煮的肉燥饭还是当米糕。整个吃到最后，真的是像在吃肉燥饭就是了。由于这餐点分量较少，所以马上再加码下一个行程，肚子还有空间继续来吃。这间面线羹就真的是标准的街头小吃，整家店就只卖一样。算是很有名的店，但我也是第一次吃。因为是同一天拍摄的影片，事后才发现影片有点糊，请各位观众在本集中多多见谅了。那就准备开动了。这是一碗羹比面线还多的餐点，里面的羹还不止一种，是好几种混合而成的。肉羹使用假心肉加入中药下去烹煮，而鱼羹部分使用旗鱼、鳗鱼等5种海鱼混合而成。汤头是使用葱酥、蒜酥、扁鱼及虾米等来调味，整体口味偏重，适合喜欢重口味的饕客。肉羹的味道很不错，各个肉羹都有独特的口感。这边真的都是一直捞到羹，其他都捞不起来。吃完羹，我后面都是整碗端起来用吸的。这间店至今传承3代人屹立不摇。这餐点味道也算是历久不衰了。这种街头小吃真的蛮少见的，如果像高雄这天气，很容易吃得满头大汗就是了。不过像这种当下午茶外带，感觉就很不错，分量也刚刚好。如果没拍这系列的影片，可能也没机会来吃吃看。还好有做这个美食之旅系列，尝鲜不少店家了。之后的拍摄目标还是会以走遍108间美食为主，但可能会稍微重新整理一下这系列的店家。毕竟还有很多没列入市府名单的街头美食，有些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，也希望在这个系列介绍跟分享给观看影片的你。这家店已经有65年的开业历史了，其中主打美食为米糕、阳春面以及排骨酥汤。店内小菜也算是很齐全，店内座位不算多，人多时可能要排队。老样子点了份基本的干面跟排骨酥汤，
其实，在高雄版讨论的干面有推荐很多间，我个人是以版友推荐的次数跟距离远近来选择，所以这间名都饮食店就是第1顺位的店家。这间我很久没来吃过了，味道完全都忘了。先来一口汤试试味道。不得不说，这间干面的特别就是很干。除了淋在上面那一点点肉燥，其余完全没酱汁，十足的干面没错。我是比较常吃其他几间面店的干面，像是广招英的馄饨干面，饱足感十足。还有名家手工潮州馄饨面也不错，也是在林雅路自强路附近。下次再去拍这2间。那这间排骨酥汤是真的值得推荐，萝卜跟排骨都炖得很入味，几乎入口即化。干面的部分分量稍微不足，正餐可能会吃不饱，当下午茶吃的分量还不错。吃面还是习惯沾一下乌醋，老习惯了。这间干面几乎没汤汁，所以吃起来味道较淡，可能会比较适合较清淡口味的人。不过面本身的香气跟味道还是很美味，能被各位版友推荐还是有它的道理在。接下来还是会不定期更新 PTT 版友推荐美食。看下来，光是干面就有好几家值得去探访，例如自立路阿兰就枯江的枯江面，信中一路的阿伯意面等等的推荐店家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湿一点的干面，那种肉燥酱汁要跟面充分混合的感觉。所以这间虽然好吃，但还是刺激不了我的胃口。不过排骨酥汤是值得来品尝的。都吃到快见底，可以到看碗底几乎没酱汁。说是干面界的模范样本也不为过。这次介绍的街头小吃就位于捷运站出口而已，刚好位于捷运红橘线交汇处的美丽岛站，不管搭乘那一线捷运过来都非常的方便。店内的座位并不多，所以用餐时间也是要排队，所以看到有位置，要先去座位再点餐。墙上还有每道餐点的实体照片可以参考。点完餐就可以到柜台结账了，餐点会帮你送过来。仔细看，原来这家还有住址啊！中和药膳卤味蛮好吃的，只是这次是自己来吃，所以没点。这次点了猪心干面跟附赠的大骨清汤，汤还热腾腾的冒烟。这猪心上面撒满葱，那就是一定要拌一下的啊！这间的干面有点像前面介绍过的名都干面，算是比较没酱汁的干面，所以记得跟服务人员要碗清汤来喝。由于是街头小吃的缘故，夏天或正中午来吃的时候会很热哦，所以这次才点猪心干面来吃。要不然平常来我都是点猪心冬粉来吃。以这个价位来讲，小碗75元也算还好。如果是2个人来吃，非常建议点盘卤味。卤味拼盘是综合的，可以吃到菜单中每一道肉类。那说说猪心干面的口感吧。对比一些猪心切成片状的方式，
这家切的比较块状一点，所以吃起来比较有口感，肉质也不错，主要是做成干面，所以还有保留猪心的原味。如果做成汤面或冬粉，猪心味道会稍稍减少。另外要讲一下清汤的部分，虽然只是清汤，但是大骨的味道很浓，配上芹菜的点缀，整个汤头非常好喝，汤的分量也给得很足，甚至光喝汤就会饱了。所以是点干面的观众，记得要碗清汤来喝。至于干面的部分，就看个人口感了。由于在红橘线交汇处，所以很多观光客前来。当天吃的时候，旁边正坐一位日本游客，他还问我是不是要把皮蛋豆腐加进干面里混合。或许这样口味也不错，但我没勇气试。之前来吃也是遇到很多韩国或香港的游客，或许这间哪天也会被列入必比登的名单吧。话说最近有点小忙，很多行程要拍，连要找店家来拍影片的时间都挤不太出来。还好有这间搭捷运就到的店，算是有点赶上这108家街头美食系列的进度。之后应该会慢慢往1集1个店家来记录，假日要跑2、3间店家来品尝跟记录，会排挤到跟家人的假日相处时间。而且如果遇到用餐时间时，很容易排到生气。之后会慢慢改下午2、3点去品尝跟记录，也比较不用排队。除非是遇到那种下午2点半休息，晚上5点开，只是这样1集拍起来的内容会有点少就是了。那汤也快喝到见底了，下次来吃问问看能不能续汤好了。汤真的蛮好喝的。这集的影片就到此了，我们下集见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跟订阅。